利率连通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理财，美元全球经济中的霸主级货币，所以对于美元的利率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大家好，我是老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2023年对于投资理财来说第一件重要的大事——美联储今年的第一次利率会议。美联储2023年的第一次利率会议一共有3个要点。我们先说第一个要点，是美联储的公开声明。这里面呢，主要有4句话比较重要，而这4句话又被分为2组。第一组呢是这样的2句话，翻译成中文是这个意思：委员会力求在长期实现最大就业和2%的通胀率。为了支持这些目标，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提高到 4.5% 至 4.75%。这2句话通俗来说，意思就是美联储这次决定加息 0.25%， 将联邦基金有效利率的上限，也就是基本利率的上限提高到 4.75%。 加息的目的有2个，第一是确保充分就业，第二是将通胀率控制在 2%。 第2组是这样的2句话，翻译成中文呢是这个意思。第一句，此外，委员会将如先前所宣布的计划那样，继续减持美国国债、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第2句话是，委员会坚定地致力于将通货膨胀率恢复到 2% 的目标。这2句话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决定按照先前的计划缩表。缩表的目的呢，是为了让通胀率回到 2%。什么是缩表呢？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表指的就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它是将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联储的总资产、总负债和净资产进行统计的这么一个表格。缩表呢，其实就是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缩减变小。为什么要缩表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之前这个表的规模真的太厉害了，也就是这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两端的规模膨胀的过于厉害了。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和2022年的全球股市、房地产大牛市，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元大放水、大贬值。那么美元大放水的主力是什么呢？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词，那就是无限量化宽松。无限量化宽松其实就是指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增表的规模没有上限。换句话说，2020年到2022年全球股票、房地产大牛市主要原因就是增表，它在美元贬值上所起到的作用呢，比当时美元基本利率的下限呢突然下调到 0% 更大。无限量化宽松过度透支了房地产、股票未来的潜力，使得通货膨胀严重。现在呢就要还债，进行缩表。大家看这一句啊，美联储决定继续按照先前的计划进行缩表。这个先前的计划其实就是指的去年，也就是2022年5月3号和5月4号所召开的利率会议当中提出的缩表计划。这个计划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年呢5月其实做过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好，最后美联储的这4句话呢，我们来精炼一下。其实他就说了12个字：保就业、控通胀、继续加息缩表。2023年美联储第一次利率会议的第2个要点，就是关于货币政策实施的决定。这里面呢比较重要的主要是这3句话，翻译成中文呢是这个意思。第一句，必要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4.5 至 4.75 的目标范围内。第2句，展期拍卖美联储持有的每个日1月到期的美国国债的本金支付金额超过每月600亿美元的上限，赎回不超过此月度上限的国债息票证券和票面本金支付
低于月度上限的短期国库券。第三句，将美联储持有的机构债务和机构 MBS 在每个日历月收到的超过每月350亿美元上限的本金支付金额，再投资于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这第一句话好理解啊，其实就是把上一份文件中美联储决定加息 0.25个百分点，换个说法呢又讲了一遍。关键是这第二句和第三句，这都是些啥，是吧？感觉都不是人类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对不对？官方术语一大堆，似乎就是要让大家看不明白。咱通俗解释一下，其实这三句话就是说，美联储每月缩表规模呢是950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缩减了600亿美元，机构债券呢缩减350亿美元，每月缩减95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概是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的1%。就这个表最新的情况，它的总资产规模是84705.57万亿美元，和去年4月13号89654.87万亿美元的最高点相比，已经缩减了 5.52%。 最后小结一下第二份文件，它其实呢就是对第一份文件保就业控通胀继续加息缩表这12个字在数额上进行了细化。2023年美联储第一次利率会议的第3个要点，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而这也是我们今天整个视频的重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一共有4个关键点，为了不影响大家的独立判断，我都会在后面给出鲍威尔讲话的英文原文，并且给出我的解读。大家可以随时按下暂停键，直接看英文原文。或许呢，你有和老闵不一样的理解，也欢迎呢你把你自己的理解放在下面的留言栏里。回到主题啊，鲍威尔讲话第一个关键点呢，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回到2%的通货膨胀率是美联储制定利率政策的基础。在鲍威尔这一次的视频讲话当中，连记者提问在内，一共出现了13次%，而在上一次的利率会议，也就是2022年底最后一次利率会议当中，鲍威尔视频讲话中一共出现了18次%，两者的差距呢是5次。鲍威尔对2%的强调程度略有下降，但是呢不太明显，这表明鲍威尔及美联储将通胀率控制到2%的态度呢依然比较坚决。鲍威尔讲话的第二个关键点啊，他在回答《金融时报》记者提问的时候呢，比较含糊地说明了未来的加息次数。我把他们当时对话的原文呢放在这里。由于这两位对话的内容实在太多，而且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说的又是非常的含糊不太好理解，我直接帮助大家简化他们的谈话，说大意。金融时报的记者，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美联储未来是否还会有2次以上的加息。鲍威尔的意思呢，主要是说，我们的通胀率控制目标是2%，为了达到去年12月份时候说过的2023年底的利率控制目标，如果经济数据支持，我们应该会在3月和5月的利率会议上再次加息。鲍威尔所说的去年12月，其实指的就是美联储在去年底召开的最后一次利率会议。这次利率会议真的是非常重要，美联储在里面详细说明了未来3年的行动纲领。老闵去年底已经对这次会议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我觉得每一个希望把握未来3年投资主线的朋友都不该错过，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个视频的链接。按照老规矩，我会把它放在下面留言栏里面，并且把它置顶。
鲍威尔讲话的第三个关键点，这第三个关键点非常重要。鲍威尔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时候呢，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通货膨胀减缓的说法。我把他们当时的对话原文呢放在下面，与第一个记者的谈话相同。这两位谈话的内容同样繁多，且有大量的专业术语。尤其鲍威尔的讲话，你可以看到讲得非常含糊不太好理解。其实咱们也能理解，对不对？作为全球瞩目的美联储主席，他也不能把话说得太透太满。毕竟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千变万化，说得含糊一点，他可以给自己和美联储留下充分的政策回旋余地。所以呢，我就直接帮大家简化说大意。路透社记者他说话的主要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已经去掉了乌克兰战争和新冠肺炎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的说法，这是什么原因？鲍威尔讲话他的主要意思是，我第一次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减缓，虽然通货膨胀依然严重，但在商品方面已经看到了通货膨胀的下降，在住房方面也预计不久之后就会有所下降，但是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的下降，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劳民解读一下双方的意思。路透社的记者他其实是在问，你不再提乌克兰战争和新冠肺炎，是不是意味着通胀已经不那么严重了？鲍威尔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说，商品流通和房地产已经有了通胀消退的迹象，但是劳动力市场还依然过热。老闵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鲍威尔在这里所说的劳动力市场依然过热，其实就是指的美国的非农数据不漂亮。非农数据就是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数，代表生产整个美国 GDP 大概80%的工人数量。2023年2月3日，美国最新的非农报告发布，数据炸裂，就业人口新增51.7万，远高于预期的18.5万。数据这么高，再结合去年12月利率会议以及这次利率会议鲍威尔的讲话内容，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就业高难道不是好事吗？怎么又变成坏事了呢？我以后同样会单开一个视频专门谈谈这件事情。鲍威尔讲话的第4个关键点也非常重要。其实作为美联储主席，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是很重要的。鲍威尔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吉娜斯麦利的提问时，谈了加息连续性的问题。我把他们当时对话的原文呢也放在这里，咱们直接简化说大意。《纽约时报》的记者他说话的主要意思就是，有没有可能暂时停止加息，未来再重新开启？鲍威尔讲话的主要意思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停止加息的时候，3月后我们还会再看数据来判断。对于是否会像加拿大那样暂停加息，未来再重新开启，我们暂时没有考虑。他们这段话，老闵是这样理解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其实是在问，这轮加息是否就一口气加到底？一旦停止加息，就不再加了。鲍威尔的回答，他的意思是，你现在说停止加息有点太早了，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加息周期还在进行中。我们美联储没有像加拿大那样去考虑暂停加息，然后又再次开启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美联储的加息
应该是连续进行的。如果停止加息，就意味着此轮加息周期已经结束，再次开启的可能性不大。老李在这里也对加拿大2023年第一次利率会议做个简短的解析加拿大央行说停止加息没有用，关键还是看美国怎么说。鲍威尔说我们不考虑像加拿大那样，这个言下之意他其实就是说，加拿大央行虽然已经说了会停止加息，但是十之八九还会继续再加。给大家放松一下，讲一个八卦。鲍威尔讲话是在2023年2月1号的星期三，但在这一天我在美联储网站点击他的视频演讲的时候突然发现3月份，也就是他们下一次的利率会议，也出现了一个视频演讲的链接。大家注意看这张图画红框的部分，当时吓我一跳，这3月份的会议提前2个月也开完了，然后我就点了进去，结果发现和1月份的视频演讲是同一个内容，我这才明白是美联储出错了，当天晚上这个错误还没有更正。第二天早上我去看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作为全世界瞩目的美联储，出现这样的错误实属不应该，但是是人就会犯错，对吧？哪怕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曾经多次改口，说了不算，对不对？谁都可能犯错，美联储也不例外，好吧？这就算是一个小花絮了。我们继续后面的内容。看完前面的内容，想必大家对未来美联储的利率走向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现在的局势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朗。考虑到去年底美联储的那一次利率会议，鲍威尔在当时已经说了，今年底的利率控制目标是 5.1%， 所以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美联储应该还会有2次加息，每次加息的幅度应该是 0.25%。 现在我们调低我们当时的预期，把去年底的2023年美国加息情况进程的预测给更新一下。同时也请大家把屏幕下方的订阅、点赞、分享统统点亮，谢谢大家。大家看这张表黄色是已经实现的部分，也就是今年这第一次的利率会议。绿色是我们的预测。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有2个，第一个就是5月份的这次加息，应该是这一次加息周期的终点，利率上限是 5.25%， 随后一直保持到年底的最后一次利率会议，而这也是第2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在这里将实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去年底视频讲话中所提到的 5.1% 的利率控制目标。去年底的那次利率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依然是看这个视频，未来3年利率趋势。以上就是我们对2023年最新利率趋势的更新。如果有了新的变化，我依然会发视频告诉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的视频，而且大家要注意开启小铃铛，这样我每一次完整版更新的时候都会发通知告诉大家，你就可以及时的收看了。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分享这个视频，朋友们，再见啦！